赶紧把他拖远些，死在这儿我们都得跟着遭殃。阿娘，瑶儿不想死。什么情况？我明明在末世实验室的爆炸中尸骨无存了。这里是古代。都给我洗干净点儿！等下将军们亲选，挑中了算你们命好，挑不中的充作苦役，生死不论。原主本是尚书府一等丫团，主家出仕被抄，一路艰难到了边关，却染上风寒，没能熬过高烧，倒让我这缕一时之魂得了重活一世的机会。这开局真够艰难的，可上天既给了我再生之机，无论前路多艰险，我都要攥紧自己的活路。丫头，擦把脸吧，将军挑人到底也是条活路。多谢，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，就先站稳脚跟，选妻大婚，或许是个机会。吏部尚书贪赃枉法，其府中婢女受牵连，发配边关。今日奉旨安置，配与守城立功将士为妻，立入军籍。选中者配为妻室，未被挑中者，一律发往军营后方杂役处听用，不得擅离。后方杂役处，那可不是好去处。若被送去那里，往后的日子怕是没有安稳可言。末世教会我2个道理：第一，活命靠实力；第二，跟对人才能活。左臂带伤，说明近期刚经历过战斗，身上旧伤不少，说明常年在刀口讨生活。但他站得稳，气息也稳，恢复力强，体质好，这身形，这肩宽，这力量感，不错，就他了。这个军汉很合我心意。一个个瘦得跟麻杆似的，风一吹就抖。哼，指望他们干活，怕是连锄头都拿不稳。这次守城，富川战功第一，我战功第二。论勇猛，我确实不如他，可论脑子，富川未必比得过我。这些女子虽是受牵连发配，可到底出自高门大户，必是精心教养过的。此次前营立功晋升共12人，新进百户10名，总少2名。你们12人按战功高低依次择席。老夫，既然你对此无甚兴趣，那我便先开个头，给你打个样，你看如何？无所谓，随你。果然，这莽夫只会打仗。我现在只想让家人吃饱，建功立业，让夫家摆脱军纪束缚。女人娇气又麻烦，还费口粮，远不如银子粮草来的实在。我楚珊珊要嫁，就要嫁最优秀的男人。方虔诚，那便你先选吧。此女容貌端庄，我愿领回去。果然，他选的是我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我楚珊珊永远是最好的那个。楚瑶再会办事又如何？到时候还不是被挑食？我要左边第3个，我要个会做饭的。他若毫无兴趣，甚至弃权不选，那我岂不是少了一条活路？等，我不能急，现在要等一个时机。轮到你了，速速择一人。将军，我不需要女人。你说什么？千户赏我粮草银2即可，我养不起人。放肆！富川，这是朝廷安置，岂容你推辞？我不是不想娶妻，是真的养不起。家父5年前战死，只留下寡母、15岁的弟弟和13岁的妹妹。我饭量又大，自己都勉强撑着，何苦再拖一个女人进来受苦？他这是要干嘛？一个待安置女子竟敢主动出猎！我不需要你养，我会种地，会做饭，会持家，我不费你口粮，也不会拖累你，而且你很强，跟着你我安全。这姑娘胆子大，实在够直接。这小娘子爽烈，比那些哭哭啼啼的强多了。就是快带回家吧，说不定人家种地真有一手呢。老夫，人家都主动了，你还磨蹭什么？对啊，老夫，你的饭量是出了名的大，没准娶了媳妇真能吃饱呢。他不怕我，也不躲我，更不嫌我粗鲁。他没有纠结哭求，而是坦白说看中我身板强壮，还说他能养活自己，不会拖累我。这到底是谁挑谁？哈哈哈哈！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富川，你快把人领回去安置吧，别磨磨蹭蹭的，还不如一个小娘子爽快。跟上。这个男人，我赌对了。至于吃不吃得饱，这日子不成问题。
真是不顾脸面，竟当众求人收下自己。那富川一看就粗鲁冷硬，满身杀气，哪像方千成这般体面。哎呦，傅百户这是带了个媳妇儿回来，还真是啊！我方才还瞧见方千成也带了个女人回来。这朝廷安置就是省事儿，不用花彩礼就能娶媳妇儿。就是瘦了点儿，这身板看着可真单薄，也不知道能干活不？可别是个娇小姐哟。边关女人说话粗直，这些目光和话我早就习惯了，比这更难听的我也听过。这家是真穷。阿忠回来了，这是官府配的。你个傻憨憨，你还真领了个女人回来？就咱家这条件你不清楚，你拿什么养啊？你瞧瞧他，瘦得跟麻杆似的，一身娇弱样子，你就不能换点别的赏赐？要粮食要银，哪怕赏半个猪头也好啊！领这么个娇小姐回来，是要当活菩萨供着吗？朝廷下旨，推不掉。都是灾祸闹的，事已至此，埋怨也没用。好歹家里这个老大难也算是有了成家的着落。这姑娘看着清瘦，可腰杆挺直，眼神沉静，不哭不闹，也不怯不躲，倒不像那些只会自怨自怜的人。算了，进来吧。这是他家的长辈接纳。娘，我们回来了。今天啥也没挖着，山上外围那一圈都被村里人挖光了，连点野菜根都没剩。我往东边走了好远，也没找到其他野菜。大哥，这是你们嫂子。嫂子？这次立功，朝廷分配的媳妇儿。那啥，嫂子好，我叫傅子恒，这是家里的小妹傅子月。你们好，我叫楚阳。行了，别站院子里，都进屋吧。正等着吃午饭呢，家里也没什么好东西，就剩点黑面饼了，凑合着吃吧。娘，今天还有饼呢。少说话，你哥打仗刚回来，得多吃点。你能吃粗粮吧？能吃。开什么玩笑，在末世我连发霉的食物都能咽下去，这黑面饼再粗也比那些好多了。吃吧。谢谢。以他这体格，能吃得饱吗？哥又饿坏了，打仗回来哪有不饿的？先忍一会儿。他已经吃了5张饼子了，这体格确实费粮。这个男人要养好，必须要种粮，而且要种得多，种得快。你不吃？这种食物对我来说已经算好的了。二哥，你看，嫂子也挺能吃的。今天有点饿，再加上我原本就是异能者，饭量本就比普通人大些，一时没控制住。我这一进门就抢了人家的口粮，确实不太好，但还好，粮我能种。能吃说明身子骨不差，你俩倒般配，都挺能吃。只吃了6、7分饱，整顿饭吃下来几乎没吃到什么味道，可我还是吃完了。5年的末世生活早就让我不会浪费一滴水一粒粮，何况这里不是末世，这个世界有物资，只是富家穷。阿恒、阿月，你们俩收拾下碗筷。哎，知道了，娘。你刚从营里回来，今天就别忙活了，好好在家休息。没事，我伤还没好呢，给我老实点。人是领回来了，可这姑娘身上还穿着旧衣，连件换洗衣服都没有。你在这等会儿。喏，拿去。给我的？不然呢？我年轻时候穿的，你先凑合一下，总不能让人说咱富家的媳妇儿穿的太落魄吧？末世里我见过太多人为了半块干粮翻脸，为了活命背后捅刀，亲人反目，同伴相残都不稀奇。相比之下，富家穷是穷了点，可人心不坏，婆婆嘴硬心软，护短又直爽，弟妹懂事勤快，也没有刁钻算计的小心思。
而富川虽然话不多，但瞧着是个顶得住事的男人，穷一点不要紧，只要人同心。更何况我还会种粮。老大，把水拎你屋里去，让人家姑娘洗洗，换身衣服。这2天你就去你弟屋里睡。愣着干啥？你俩什么礼都没过，难不成现在就睡一屋？行，这是我住了10多年的地方，今日不一样了，我有媳妇儿了。水倒好了，你就在这儿洗吧。这2日你就在这屋歇息，我去阿恒那里睡。好，你不用这么拘着，我们是夫妻，这关系已成事实，我们都要尽快适应对方的存在才好。这衣服挺好看的，那我一会儿穿给你看看。哥，你急匆匆的干嘛去啊？忙你的去，问那么多。这个家比我想象的还有意思，还真是有缘。我与原主不仅名字一样，连长相也这么相似，没准儿这就是我的前世呢。如今是从末世而来的楚瑶，是我做主的人生。怎么了？有点没认出来。之前很难看吗？不是难看，只是太脏了。现在挺好看的，比我娘亲穿时还好看。你这么说，不怕婶子听见揍你？那我不在她面前说。怎么瘦成这样？路上没给饭吃？吃的很少，以后多吃点儿。边关风大，没点肉可扛不住。还行，看着像个人样了。谢谢婶子借我的衣裳。借什么借？进了门就是自家人，这身衣裳就是你的了。月儿，还不把碗收进去？嫂子，你真好看。看什么看？赶紧干活。家里也没什么活要做，你回屋里歇会儿养养神。知道了，我去阿恒屋里歇会儿，有事叫我。木系异能还在，只要有植物，我就有办法。嫂子，你醒了，我等会儿要去山上挖野菜。终于有机会去山上看看。这阵子地里接不上粮，村里人都往山上找吃的，我想换条路碰碰运气。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嫂子也去？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。萧家如今一日只吃2顿，昨晚那顿饭既是午饭也是晚饭，饿着睡觉的滋味我太熟了。既然我能找吃的，就不能坐等。你们俩去可以，但别走太远啊。最近山里草都枯得差不多了，能挖点野菜回来就不错了。说不定今天就找到了呢。只要山上还有植物，我就有办法。嫂子，咱们走吧。这些地方村里人都来过好多次了，能找的差不多都找完了。外围都挖空了，那就只能找别人没注意到的地方。野菜不会长在最显眼的地方，水分、背阴、石缝才是关键。嫂子，我去那边看看。好。能力还在，但比从前弱了太多。若是从前这片草地几息就能占满，现在却只能催出这么一点。但只要能力还在，就还有翻身的机会。等等，我刚才好像感觉到了什么。这是植物的位置。太好了，我的木系能力变了。不只能催生，还能感知附近植物的状态和位置。那里有一片野菜，位置不远，就藏在石头后面。阿月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嫂子，那边是石头坡，平时没人去，应该没野菜。去瞧瞧吧，万一石头缝里有呢。行吧，反正这边也找不到。
嫂子有好多野菜，而且没被人挖过，留着根，过几天还能再长。嫂子你太厉害了，真让你找到了。我也是凭直觉。嫂子，那你运气肯定很好。确实还不错，萧家的第一顿夹菜有了，接下来我要找更多。今晚能夹菜了，娘肯定高兴。说不定过段时间这里又会长出一片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嫂子，这地方以后就是咱们的秘密地，谁也不说。好，只要留住根，什么时候想让它再长都不是难事。阿远，那边好像也有。真的，走走走。哇，今天运气也太好了吧！嫂子，我今天带你上山真是带对了，以后我就跟着你找。只要山里还有植物，我就能找到。不对，那不是普通野菜，这是野生的草药，比野菜更值钱。嫂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野生黄芪，是药铺会收的药材。药材？这真的能换钱吗？能的，而且它还能拿来调养身子。边关人劳累受伤多，这东西用得上。那岂不是能给大哥用？先挖回去，具体怎么用得慢慢来。嫂子，你太厉害了，你竟然还认识药材。快挖吧，时间不早了。嫂子，今天咱们运气太好了，收获这么多。我以前上山一整天也不一定挖到这么多。这不是运气，只要我的能力还在，这片山就不会让我饿着。哟，这不是富家丫头吗？今天挖到啥了？婶子们看吧。啊，这么多野菜，你们从哪儿挖的？这山外围都快被翻遍了，还挺嫩，够吃好几顿了。这些野菜都是我嫂子找到的。新媳妇儿刚来就能找到野菜，运气不错啊！运气好。好了，婶子们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嫂子，咱快点回去，不然他们还得问半天。这小丫头倒是真把我当自己人了。娘，快来看，我们找了好多野菜。哎呦喂，这么多啊！快让我看看，你们怎么找到的？半山腰还有这么多野菜。月儿，你是不是带着你嫂子往深山去了啊？那山里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连营里将士都不敢随便往里走。婶子放心，只在半山腰附近绕了绕，没走远。野菜藏在石头后的小洼地里，所以之前没人看见。对，真的没进深山，都是嫂子找到的。嫂子，你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好，好，咱们今天吃野菜粗粮饼，太好了，今天能吃饱些了。这是啥？娘，这是黄芪，你别弄坏了。嫂子说这个能卖钱的。能卖钱？就这几株小花花？真的，嫂子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还说药铺会收呢。你还认识药材？以前在府里跟着大夫学过一点皮毛，这个说法够用了。要想把日子过起来，我总得让他们慢慢接受我会这些本事。这倒是个本事。边关这地方粮和药都值钱，会认药材的人可不多。他这是认可我了。以后上山你就带着月儿，也方便多挖点回来。娘，嫂子还说这黄芪能种起来。种起来？这东西还能种？能，可以先在院里养一养，等长得壮些再拿去问价。行，那就试试，你就种那儿吧。好。嫂子，我来洗菜。这个新媳妇儿倒不像我想的那样娇弱无用。半沙地，土薄水少，难怪没人愿意种。可再贫瘠的地，只要有我在，也能种出东西来。嫂子，你还真会种地啊！会一点，我以前天天和种植田打交道，这点活不算什么。嫂子好像什么都会。这2天再慢慢养一养，根系壮了，卖价自然更好。这么大一块空地，只种几株黄芪太浪费了。婶子，家里还有种子吗？
我想再种点儿种子。你等一等，这都是之前春种时挑剩下的种子，不算好。你要种就拿去试试吧。没事儿，婶子，其实我对种地也挺有一手，只要是种子，我就能想办法把它们种出来。行，那你就试试，种不出来也没事儿，别累着就成。等它们发芽，傅家就会知道我不是白吃饭的人。今天菜多，饼也能做大点儿。娘，那今天是不是能多吃半张？那就要看你干活麻不麻利了。这样的烟火气，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了。娘，好了没？急啥？还没全好呢，先垫垫吧。谢谢娘。去后院叫你大哥吃饭。哎，大哥，吃饭了。哥，娘叫你吃饭。听见了。快吃吧。第一顿家菜有了，以后还会有粮有药有钱，萧家的日子会一点点好起来。阿川、阿瑶，有个事儿我得跟你们商量一下。既然你已经进了我们傅家的门，那该有的礼数还是要有。我打算后日在家里置办一桌席面，请村长和阿川营里的上官来坐坐，你们觉得咋样？娘安排就行。娘，这是这2月的月银。怎么2个月才这点儿？这发放怎么还越来……娘，慎言。这日子过的，席面不大办，但该请的人要请，该有的见证也要有。傅家给我名分和体面，我也该给这个家添一份底气。老大，你拿着银子去镇上瞧瞧，油盐酱醋都得备一点，后日席面不能太不像样。阿恒，跟我去镇上一趟。好。你看着置办。山里还有不少植物气息，其中几处比黄芪更强，多半是更好的药材。可阿月若跟着，我就不好放开手脚，得想个办法。阿月在不在？走，去河边洗衣服。听说你家来了嫂子，我就不进去了。你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这小丫头是怕我刚来不自在，想留下陪我。没事，你去吧，我就在家里歇会儿。可嫂子你一个人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快去吧，别让人等久了。那好，你等我一下。机会来了，今天必须再进一趟山。这一次不能只找野菜，还要找能换钱的药材。找到了，是党参。这东西在边关可比黄芪值钱多了。这一株挖的直，昏血席面有着落了。看来这山里还真藏着不少好东西。哪里是普通粗草，哪里是药材，我现在几乎一眼分辨。这些拿去镇上药铺，应该能换不少。后日那桌席面总算不会太寒酸。我走得太深了。这里已经靠近深山，深山里可能有猛兽，我没有战力，不能继续冒险，该回去了。不会真遇上猛兽了吧？如果冲出来，我往左边石坡跑，还是往下坡？兔子肉，别跑！若是后日桌上能多一道兔肉，那就是实打实的硬菜。既然我能感知植物，那能不能操控它们？成了，我真的能操控植物了。别动，今天你可跑不了了。我的木系异能不只会催生，还能感知，甚至能操控植物。这能力在边关比银子还要紧，不能再耽搁了。若家里人回来发现我不在，必定担心。药材数量不多，但品质提上去，价钱就不会低。这一趟，药材换钱，兔子添菜，后日那桌席面有底气了。我们家阿山啊，
不愧是京城大户里教养出来的，一身本事，能娶到这么能干的媳妇儿可不容易。方家婶子有福气了，方百户眼光真不错，这媳妇儿瞧着就会持家。那当然，你们不知道，还会打算盘，甚至还会识字，还会识字，那可了不得。那是不是能看文书啊？大家过奖了。我从前跟着小姐所事，平日里也见过些场面。这些边关妇人哪里见过真正的大户规矩？我这一步走对了，千层高看我，婆婆也满意。如今我在方家算是彻底站稳了。桂兰来了，桂兰，听说你家也添了新媳妇儿，咋样啊？你家那位也会识字算账不？都能在大户人家做事了，能差到哪儿去？哼，我家楚瑶也不差，今早才上山一趟，就找回2篮子的药材。楚瑶会认药材，她什么时候有这种本事？桂兰，可别是认错了，山上的花花草草多着呢，认没认错，拿去药铺问问就知道。婶子估计还不太了解阿瑶妹妹，我们俩是一同陪伴小姐长大的。阿瑶妹妹主要管内院事务，替小姐整理衣物香笼，安排小姐的饮食；我则多负责对外事务，陪小姐赴宴应酬，接待来客。瞧着确实气派，同样从京城出来，我才是更有体面的那个。哎，那是不是富家媳妇儿？富家媳妇儿，你背的啥呀？挖了些草药，还真是药材。哎呦，还有兔子，看就看，别乱碰，兔子可别给松开了。你这运气也太好了，桂兰，你这媳妇儿可真行。药能换钱，兔子能上桌，这可都是实在东西啊！也就运气好点儿，没啥。这些人看他的眼神，竟比刚才看我还热情。阿瑶妹妹，你什么时候会识草药了？咱们以前住在一处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们虽然住在一处，可又不是时时在一起。再说了，我会些什么，难道还要渐渐向你报备？阿瑶妹妹，不是姐姐多嘴，既然已经成了家，有些称呼也该改了，你怎么还能叫婶子呢？那是我们家之礼，我们富家再穷也不会委屈新媳妇儿。等后日过了礼，拜了堂，她自然会改口。富家要办酒席，这年景要给她办酒席，凭什么？走，回家。富家既给我体面，我就一定把这场席面撑起来。富家要给楚瑶摆席，方家若没动静，村里人一定会比较，我绝不能在这件事上输给他。娘，干啥？其实我也没想到富家会为阿瑶妹妹摆席，摆就摆呗，谁稀罕？这年景还折腾席面，也不怕废粮。只是咱们沈家若是不办，村里人怕是会多想吧？多想？我和阿瑶妹妹出自同一个地方，村里人难免拿我们比较。千城哥与富川同为百户，若富家摆席，咱们沈家一点表示都没有。对呀，我刚才怎么没想到这层？这可不行。咱们沈家不能让人看扁了。娘，就简单摆2桌也不算失礼。那怎么行？我儿可是百户，怎么能让富家比下去？走，回去跟千城商量，这席面咱们也得办。楚瑶，富家给你的，方家也会给我，你别想压我一头。嫂子，你一个人进山啦？好了，先进来再说。嫂子放这儿。嫂子，这些全是草药。对，这是柴胡，这是党参，这几株是黄芪，还有秋青和野山药。啊，这哪是几根野草，这分明都是银钱啊！乖乖，这么多药材，嫂子，这些真能卖钱吗？能卖，量虽然不算多，但品相好。若镇上药铺识货，应该能换几两银子。几两银子，这回是真带回个有福气的媳妇儿。娘，我们回来了。这么多，你一个人上山了？我想给后日席面添点底气，还顺手带回来一只兔子。兔子，还有兔子，后日有肉吃了。深山危险，下次要去叫我。他不是怪我，是怕我出事。好，下次我会先告诉你们。这些若真能换银钱，后日的席面和家里的日子都会宽松不少。阿川，你看，这可是人参！我早说了，嫂子找东西特别厉害。我终于不只是被接纳的人了，我开始能给这个家带来东西，带来希望。他比我想的还要能立得住。先把东西收拾好，
这些草药晾一晾，明儿拿去镇上问问价，叫你买的东西可还齐全？齐了。有了这些，后日席面就不慌了。这回多亏了阿瑶。东西已经买了，可现在人都在，我怎么拿得出来？有事儿？给你的。什么？你买的？嗯，路过铺子时顺手买的。明明是特意买的，还非要说顺手。谢谢。后日用得上。这男人看着我，心里倒有些小心思。这些草药用异能养过一遍，品相比普通山货好得多。只要药铺掌柜识货，价钱不会低。到了镇上，价钱问清楚些。药材要是值钱，可别被人压价。婶子放心。嫂子回来告诉我卖了多少银子。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看清这片地界，山脉连绵，黄土起伏，荒凉却也辽阔。以后要卖草药，就得熟悉药铺、粮铺、布铺的位置。想把日子过好，不能只守着院子。只要找到稳定销路，富家就能慢慢宽裕起来。边关镇上就2家药铺，这家口碑还算公道。掌柜的，你们收草药吗？收。这党参是你们挖的？昨日刚挖的。根须完整，个头足，药香也浓。边关这地方难得遇上这样的上等货，不错，这些药材品相很好，老夫也不绕弯子，给你们算个好价钱，3两6钱银子。比我预想的还高，异能滋养果然有用。好，麻烦掌柜了。3两6钱，对现在的萧家来说，是一笔真正能解燃眉之急的钱。怎么了？这笔银子先留一部分办席面，再买些粮食和日用。若还有余钱，可以给婶子添块布，给阿玉买根发绳。我们已经是夫妻，养她本该是我的责任。若连自己的媳妇都比不过，我还算什么男人？不行，我得多立军功，多整军饷，不能让她一个人撑着这个家。卖药材只是第一步，富家的日子要从今天开始真正变好。你有没有什么想买的？我熟镇子，带你去。我想买的有点多，也有些杂。没事，慢慢才买。好，那先去铁匠铺。掌柜的，我要这个小药铲，还有这把小刀。嘿，姑娘好眼光。姑娘好眼光，这刀轻巧，处理根须正合适。就这2样。他买东西不是图新鲜，每一样都有用处。掌柜的，给我拿3个粗陶罐子，2捆麻绳布带，再称半斤干净糖。好嘞。掌柜，就这些吗？边关就这些好货，别的种子拿来也不易种出来。平日里会有外地种子卖吗？今日不是赶集日，想买新奇种子，只能等10日一回的赶集。赶集日有什么不同？这里地处3国交汇之处，赶集日会有游商带些种子香料。那下次赶集什么时候？5日后。这些菜籽我先要了。这盖头再便宜些行不行？姑娘，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。这衣裳不是专门给我的，穿着处处不合身。可我才刚进沈家，不能一开口就要太多。就这个吧。阿瑶妹妹，你也来了。来看衣裳，我倒要看看富家能给她买些什么。这套嫁衣我要了，姑娘好眼光，这颜色喜庆，后日穿正合适。凭什么方家连一件嫁衣都没提，富家却让她自己买嫁衣？这件也要。小娘子好眼光，这件配着正合适。这套衣裳加这双鞋多少银钱？一共350文，包起来吧。
他竟然真的买了一整套洗衣，还添了血，可我连一块盖头都要再三斟酌。再给我裁100文的细棉布，还有这套，按他的身量来。这位爷身量高，布料用得多，得450文，都包起来。掌柜的，你算算总共多少？程慧1两250文，1两多银子买了这么多，他竟然给傅家全家都买了衣裳。傅家这样花银子，席面怕是顾不上。添上那袋碎布头吧。行，这袋碎布头就当天头。这些都用在自家人身上，不算浪费。银子本就是拿来让日子变好的。是不是觉得我花钱太快？没有，你买的都是用得上的。我来拿。这富川看着冷硬，却肯这样顺着他。东西太多，走回去费力。上去。该省的时候省，该用的时候也不硬撑，挺好。垫垫肚子。你也吃。哎，傅家这是买了不少东西啊，这是为明日的酒席吧？没想到傅家这么舍得啊！大哥，嫂子怎么买这么多？这都买了啥？银子呢？还剩多少？嫂子草药卖了多少呀？草药都卖了，一共3两6钱。多少？就那1篓草药？嫂子你也太厉害了！今日买了工具、种子、布料、喜服，现在还剩450文，还给婶子和阿恒、阿月都买了做夏衣的布，还有我的。你这孩子刚赚点钱还想着我们，下次可别这么破费了。成亲是喜事，一家人整整齐齐才叫过日子。果然儿子都是不开窍的棒槌，哪有儿媳妇贴心？明明我选的是最出众的男人，怎么摆个酒席却处处不如楚瑶？千成哥，怎么了？我只有一顶红盖头，会不会太单薄了些？楚瑶那边添了许多物件，明日咱们2家一同摆酒，少不得要被人放在一处比较。咱家银子有数，哪有闲钱置办新衣裳？何况你身上这件本就还算新的。我明白的，有这身衣裳我也心满意足了。我是想去一趟胭脂铺，明日成亲，好歹略作装点，也能让你在营里的上峰和同僚面前体面几分。叔若你走吧。我磨了这么久，他竟只给我买了店里最普通的胭脂水粉，现在还不能表现出来。谢谢千成哥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千成哥，咱们坐牛车回去吧，走了一路脚都酸了。不行，买脂粉已经花多了，反正也不远，咱们走回去吧，我陪着你慢慢走。我今日从村里走到镇上，足足走了将近1个时辰，如今脚还酸着，他竟为了省这几文钱，还要我走回去。红盖头是最便宜的，胭脂是最普通的，现在连车钱都舍不得出。不对，我选的人不会错。方千成是百户，年轻有为，相貌出众，将来还会往上升。好，听千成哥的。我出去一趟。这大长腿走起路来就是快。我去找虎子儿。阿月，我去你赵婶子家一趟。知道了，娘。锅里还有热水。知道了。反正时间还早，我要不要再去一趟山山药？气死我了！这是怎么了？我刚去找虎子玩，才知道那方家竟也要在明日摆酒席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也没听谁说过呀。现在全村都传开了，就定在明天，这不是明摆着跟咱们较劲吗？大哥跟那方千成还是一个千户阵营的，到时候同僚来了去谁家？这不是让大哥难做吗？今日在成衣铺遇见楚珊珊和方千成，他们似乎就在挑红盖头，
没想到竟会定在同一天。从原神记忆来看，楚珊珊一向要强，事事争先，也总想压我一头。方家临时办酒，多半是他的主意。好了，别气了。他们要办酒，那就让他们办便是，这事儿也拦不住。再说了，也没人规定明日只能我们一家摆酒。我们早他们先说了办酒席的事，他们还选在同一天，就是不地道。就是，这不是膈应人吗？我们家明日顶多摆2桌席面，宾客并不会完全重合。明日是重要日子，还是不要贸然行动了。好啦，别气了，该来的自然会来。你们俩要是没事儿，就来帮我捡红纸吧。嫂子，我会剪纸，我来帮你。大哥，你这是打了个新箱子？给你嫂子准备的，放东西方便，算是聘礼吧。屋子里确实简陋，连个像样的收纳物件都没有。你这箱子太及时了，我很喜欢，谢谢你。难怪这2晚大哥老往外跑，原来是去找木匠打箱子了。要你多嘴。你看这木箱放哪儿合适？炕尾吧，拿东西也方便。这个给你。鹿角，这是对应我的名字吗？这只是我自己学着雕的，你暂且将就着用。我是真的喜欢这种简单又用了心的礼物，反而更合我的心意。很好看，这个新婚礼物我很喜欢。这个新婚礼物我很喜欢。你喜欢就好。新婚礼物这个说法我很喜欢。明日我把头发盘起来，就用这支木簪。可毕竟是成亲的大喜日子，这木簪日常佩戴极好，用在喜宴上终究太素了些。这是今日在成衣铺里讨来的碎布天头，这个倒是合适。这笨手。嫂子，你在做什么呀？想盘个小花系在簪子上。我来试试，就这样绕吗？先卷紧一点，再往里收。成了，嫂子你看，还真好看，可以啊，阿月，你这手比我强多了。我也就按你说的方法盘的，没想到一下就成了，真好看。嫂子，你明天戴这个肯定好看。我也很满意。说是这些碎布不只能做花呢，不急，等明日酒席过后再试。都剪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对了，刚在赵婶子那儿听人说，方家明日也要摆酒，村里早就传遍了。不行，咱们再琢磨琢磨明日的席面，可别出了岔子。那只兔子处理好，再混着其他配菜，勉强可以做出3道荤菜来，再加上腊肉、鸡蛋，就是5道肉菜了。最后再添几个素菜，凑成十全十美，你们看如何？那兔子还能做出3道菜来？2只兔腿红烧，骨架剁开，加入山菇炖成一个汤，剩下一部分肉切成肉丁，再加入黄瓜、萝卜丁、葱段，做个凉拌兔丁。这样分开来做，既有荤又有汤，味道也不重样。还能这么做？听着就很好吃。再配上鸡蛋、野菜、豆腐，好，就这么定了。这席面绝对拿得出手。阿川，你那边宾客都说好了吗？村长那边我已经请了，营里几个同僚说了会来。至于千户，我就不好保证了。没事，看他们自己吧。阿瑶说的对，散了吧。桂香，你看我负责啥？我带了个大锅，炖汤正好，快进来。今天我要成亲了。这是我昨晚特意交代留下的。
水还能这么用嘞？这丝瓜水是好东西，能润一润皮肤。边关风沙大，皮肤容易干裂，所以需要补充水分。虽然比不上提炼的护肤水乳，但眼下条件有限，只能先这么将就。好啦，你看看怎么样？还行吗？好看，好看！明明还是嫂子你，可就是感觉哪里不一样了。这才哪到哪，等以后把东西备齐了，还能更好。待会儿和富川会在村里绕一圈，让众人见个礼，然后再回院拜堂开席。礼数虽简，却也不失体面。准备好了吗？好啦，新娘子出门喽！哎呦，这新媳妇儿真是好看！我家这个新媳妇儿确实拿得出手。走吧。好，嫂子上车吧。这男人保密做的挺严。借的，村里绕一圈，路远。成亲这天，就算再简朴，他也不想委屈我，也不想让我受累，挺好的。上车，上车！哎呀，整个人太热了！新娘子坐牛车了，牛车开了，走了，走喽！这是富家迎亲呐！哟，还有牛车！富川这孩子倒是疼媳妇儿。这排场可以啊，比预想中热闹多了。人怎么还没来齐？磨磨蹭蹭的，火再大点，得把火旺起来。小心点，那锅是借的，别摔了。除了昨日买回来的2盒胭脂水粉，我没有多余的首饰装盒可以精心打扮。我一直觉得自己比苏荷好看，就算沈家条件差些，我也能凭着容貌压他一头高。傅家那边已经出门了，还坐着牛车呢。快点，别磨蹭了，该出门了。走？怎么走？你看看人家富川还给楚瑶备了牛车，你怎么没准备呢？我本就一件正经嫁衣都没有，还穿着你妹留着的旧衣服呢。这个时候你还闹什么？咱家条件就这样，能办起这场婚事就不错了。我还怎么出门啊？赶紧走，别让乡亲们笑话。这是楚瑶，不可能，她怎么可能这么好看？在我记忆里，楚瑶一直素着脸，沉默少言。可今日她怎么变了样？这种感觉就好像她被正经重视，而我只是被草草迎出门的人。这富家媳妇儿可真好看，谁说方家媳妇儿最好看的啊？我瞧着方家那媳妇儿脸色有点沉，哪有富家媳妇儿鲜亮好看？可不是嘛，这气色这模样，她穿的还是有旧衣服。瞧瞧人家多疼媳妇儿，还给备了牛车。方家连个车都没有。傅百户楚娘子百年好合，头颅沾沾喜气啊！你去哪家？我打算去方家看看，方家那边没啥热闹看的。是啊，我刚也去瞧了一眼，菜都还没上火。两家哪能一样？傅家可是有肉菜的。俺刚还去傅家闻了下，那香味儿。这一刻，我心里很安宁，也很满足。乡亲们都坐吧。慢点。新妇进门了，新娘子真标致。这身红嫁衣真好看，衬得新娘子都娇艳了几分。人家本就好看呀。新娘子身上的木簪好别致啊，之前都没见过，整个脸蛋粉扑扑，看着就可人。傅百户，恭喜恭喜！咱们傅百户今日当真是满面春风啊！多谢。今日不用拘礼，
快入座吧。哎呀，你们来了，快进来坐，我带你们去瞧瞧新媳妇儿。俺正想去看看呢，听说人长得可周正了。老傅，俺没完吧？俺可是推了那边的席，直接来你这儿了。恭喜了，老傅。多谢。你看这边挺热闹的啊，方家那边就有些冷清了。少说两句。行，不说了。哎，这可怎么弄？两家都是刚生的百户，咱家大儿还在别的千户营当总持呢，这两家谁也得罪不起。这样，我先去傅家打个头坐一坐，再去方家坐席，两边都照顾到，谁也说不出什么来。我跟方老根是一个宗族，今日自然要去撑场子。方千成也是有前程的后生，给他个面子，往后也好说话。富川与方千成都是我带出来的得力干将，往后还指望他们多多出力。可偏偏这段时间我得了个消息，总兵有意在5个牵头里选出一个左参将。眼下这个节骨眼儿，我不想内部闹矛盾，毕竟还需要他们助力，去备2份贺礼。先开餐。这道菜适合下酒，是我喜欢的口味。这兔肉炖得酥烂入味，一点都不柴。这炒鸡蛋嫩的能掐出水来，就连那野菜都拌得格外香。傅家这席面整得太好了。这兔肉真好吃！我昨日就听说了，嫂子是个有本事的，还进山抓到了兔子。今日咱们也是有口福了。以后弟妹多发挥下本事，咱们也能沾沾光。这新媳妇儿真是有本事，还能抓到兔子呢。桂香嫂子，你可真是好福气啊！今日这席面，傅家也算是长脸了。是啊，油水足足的。怎么回事？村长那边也该到了吧？一个管地的有什么好重视？不用等了，傅家都已经吃上了，还有4道肉菜呢。我原本以为同一天办酒席，就算不压过傅家，也该是差不多。可没想到这个婆母如此抠索，竟然连基本的颜面都不维持。就这样的几道菜，以前尚书府的下人都不吃，可他们竟然用来招待宾客。我甚至都不用去看，也知道我们方家成了笑话。闻见没？闻见了，这味儿是傅家那边传出来的吧？傅家的席面整得老香了，4道荤菜呢。我正准备回家把饭端到傅家门口吃。俺也要去吃肉。去，人家又没请你。傅百户，千户大人命我送份贺礼过来，道一声恭喜。劳烦了，替我谢过千户大人。营中还有差事，我就不久留了。老李这做派倒是一碗水端得平。他这个位置本就不能偏。慢些喝，菜还多着呢，锅里还有热汤，尽管吃，尽管添。难怪外头都说你是个有本事的，就小楚这沉稳劲儿，一点儿也不像刚进门的心腹。那可不，我嫂子厉害着呢。又不是千户本人来了，有什么可高兴的？替我谢千户大人。果然是边关军户家的做派，小气又短智。原本以为凭着酒席多少能博一下好名声，如今倒好，不仅没能压过萧家，反而更丢脸了。村上今日还有点账目没理，我就先回了。俺也得回去看看孩子了。营里还有事，我也先回了。一个个什么玩意儿啊！老娘花银子还得不到一个好，真是白眼狼，白瞎了老娘银子。看吧，我就说没那个必要办席面，浪费银子粮食，本来就没什么家底儿，办成这样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你还好意思说？席面弄得这么寡淡，叫宾客怎么吃？我倒是想好好整一大桌子好菜，可没银子啊！你们谁给我银子置办了？家里拢共就这么点银钱，这次我都拿出来置办席面了，还要我怎么弄？席面你们收拾吧，今日累了大半天了，老娘要回屋歇息去了。
我今儿一大早就忙到现在了，都没喘口气呢，想累死我吗？哼，嫂子，你是沈家厂媳妇，这场酒席本来也是为你办的，自然该由你来收拾。什么？我？你当儿媳妇的，你不来操持家务，谁来做？家里的活儿你自己看着办就是了，往后你主内我主外，家里交给你，我放心。沈东，跟我去还凳子。哦，嫂子，你还不动手收拾？为什么你不收拾？你这是才进门就要使唤小姑子做事了，你出去问问谁家新媳妇这么做的，你好意思吗？再说了，你是方家媳妇儿，你不应该帮着大哥操持料理家务活吗？不然娶你回来干啥？当大小姐吗？怎么？难不成还要我把娘喊出来，亲自请你干活？真把自己当大小姐了？一个丫鬟而已，不也是干活的？成亲不是完事了，我是真要在这里过日子了。俺改日再来做，今日这席面我怕是要回味好久了。傅百户有福气啊！阿俊，你去把桌子收了。月儿，把碗都端去灶屋。我去把锅里那点汤收一收，别浪费了。娘，我也来帮忙。去！你今日是新媳妇儿，哪能让你动手？这点活有我们就够了。可没什么可的，你真要闲得慌，就去堂屋把今日的礼收一收，记个数。这个活你能干。行。开饭了，今日你是心腹，你先吃。谢谢娘。今日可算是吃过瘾了。是啊，好久没吃这么多肉菜了。那还不是你嫂子的功劳？要不是她抓了兔子，哪来的这些好菜？嫂子最厉害。你杵着那儿干什么？你是不是紧张？我也紧张。以后我会护着你。我也会好好过日子。你怎么进来了？饿了？娘今早做什么？你说我来做。不用，今日就简单做点野菜糊糊，配点昨天剩下的咸菜就行了。没事的，娘。来了几天，还没给大家做顿饭呢。行，那你来做吧。水别一下子加多了，火压小点儿，糊糊要熬开了才好吃。看来想改变家里的生活水平，不可能一下就彻底变好。你别动，剩下的我来收拾就行。那辛苦娘了。我来。我把一丝行为的异能顺着水渗进了土壤里，根须也在延伸。这几株黄芪已经达到最佳状态，可以挖出来卖了。种的太少，顶多贴补一下，想把日子真正过起来还不够。我想上山一趟。看看能不能再挖点药材。行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让你一个人深山我不放心。嫂子，我也要去。我也去。不能次次单独行动，好在异能没有外泄，这次往深处走，有他在也更安全。行，一起吧。咱们走这边。这地方我以前怎么没来过？是灰灰菜，长得可真好。我这媳妇找野菜确实有一手。大哥，赶紧摘啊！
一次是巧合，2次就不是了。他必然有些我们不知道的能耐。再往里走就是深山了，要进去吗？我想往里走再看看，但不会走太远。外围资源有限，想找值钱的药材，只能往里走一点。你们俩不要进去了，就在附近找野菜。我跟你们嫂子进去看看，快去快回。大哥，我跟你们一起。不行，如果我们半个时辰没回来，你们就先回家。大哥，你陪嫂子去吧，我们在外面找野菜就行。虽然有木系异能在，我能避开周围危险，但不能大意。这股生机比之前那些草药强多了。走这边，人参，而且年份还不低，带回家再种一段时间，年份还能再提。这是人参，有个60、70年头了。人参？你说这就是人参？快，帮我把土挖开，别伤到根须。不好，有危险，有东西，还不小。不是植物的温和气息，是野兽。那团躁动的生机已经近在咫尺了。等会儿我去对付野猪，你找准时机就跑。我不能把危险都留给你。你受伤了？不碍事，先处理这头野猪，不然气味会引来野兽。你去把阿恒叫来。好，你小心。嫂子，你们大哥打到一头野猪，需要帮忙。什么？野猪？No， 还好，人参没被糟蹋，没有破坏根须。大哥，你真打到野猪了？这得有多少肉啊？这也有你们嫂子帮忙。咱们赶紧离开这里吧。阿恒，去砍2根粗树干。好嘞。哎呦，这是打到野猪了！好家伙，这么多头野猪嘞！我来，我力气大。谢谢大家。这头野猪我们打算卖一半给村里，想沾点油荤的，可以稍后来我家买。哎呦，我的天，这是打到野猪了，没受伤吧？我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那就好。阿朱，外面吵什么呢？听说富川跟他媳妇儿进山打到了一头野猪，我正准备去瞧瞧呢。一头大野猪，那得有多少肉？怎么又是除妖？凭什么他越过越好？怎么所有好事都让他占了？咱哥仨一起把这野猪处理了，免得放久了肉不新鲜。你先回屋处理伤口，别不当一回事。阿恒，你去村里把屠夫老张请来，就说咱家打了头野猪，请他帮忙处理。好嘞。这株黄芪根须完整，药性足，用来处理外伤正合适。制作虽粗糙，但药系能用就好。看着他这样认真，心里像是慢慢软了下来。疼吗？不疼。忍一下，马上就好。这黄芪能消肿愈合伤口，敷上几日，伤口能好得快些。往后多注意，别太拼了。都听你的。好家伙，这野猪够肥的。
傅百户好身手啊！老张，麻烦你了。听说萧家猎着大野猪了，真的假的？镇上野猪肉可要40-50文一斤呢，咱们村里买怎么也得实惠点。大伙儿别急啊，都有份儿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价钱就按30文一斤卖。那我要2斤。别急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来，都坐下，咱们把账算一算。卖出去差不多150-60斤，每斤30文，总共4800文。4800文，那不就是4两多银子了？这都是托了你的福，是你给咱傅家带来的福气啊。富川才是打猎的人，我就帮了点小忙。娘，咱把那块猪腿肉给千户大人送去吧。昨日李千户送了那么重的贺礼，人也没留下吃饭。你说的对，阿恒，你跟我来。这样腌上几日就能存很久了。到时候切一块下酒、进汤、炒菜都成。嫂子，你打算做啥？做红烧肉吧，再炖一锅骨河汤，另外再弄2个素菜。红烧肉，嫂子你会做吗？好香啊！嫂子，没想到你手艺这么好，比娘做的还好吃。有的吃就不错了，还嫌弃你老娘了。这样的日子真好，从进山到挖人参，再到育野猪，又处理野猪，好像有什么事给忘了。我的人参，怎么了？这是发生啥事了？今天太忙了，竟把人参给忘了。还好，没坏吧？没坏，还好好的。嫂子，咋了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人参，有60-70年头了。是我想的那个人参吗？就是你们想的那个人参。这真是人参啊！是楚瑶找到的。我们今天就是在挖人参的时候遇上的野猪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气味把野猪引来了。真没想到你们今天不仅打了野猪，还挖到了人参，这可是传说中的宝贝啊，能卖好多的银子呢。你打算怎么处理？还是老样子，先种在院子里养上一段时间，等它长得更好些，我再拿去药铺卖。3日后就是镇上大集，我本来要去镇上淘些种子，到时顺便把这个处理了。卖了药材的银子，我打算买一些地种粮食，再修缮一下咱们的房子。如今边关极其缺粮，连军营也不处遇，眼下种出粮食才是重中之重。咱们这个家未来如何，都与川哥相关，只有他好了，才能带着咱家脱离下等军籍。光靠村里分配的那点自留地根本不够，只能混个温饱。买地修房子，听你的，你做主就成。只是修缮老房子倒是可以，买地种粮能行吗？咱们边关的土地真种不出什么粮食。放心吧，娘，你看院子里的菜地不是种的好好的。老实跟你们说吧，我种地有秘诀的。种地还有秘诀啊？自然有技巧的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行，那咱们就种。嫂子，你打算把人参种在院子里吗？这安全吗？对啊，人参的事只要我们不说，就没其他人知道。对啊，把人参种在里面，谁能看得出来？你们俩把嘴巴闭严实了，谁透露出去，我打断谁的腿。知道了，娘。我这就去把它种下。现在天都黑了。没事儿，就得趁着夜色正好，大白天反而不方便。搞定，回去休息了。好。这些菜苗和草药在我的感知中微微颤抖，像是在回应我。很好，再这么养上几日，这株人参的状态还能再提升。你这么早就起来啦？娘，早啊，醒了就起来了。哎，那我去准备潮食了，我来烧火。幸好朝廷给分了媳妇儿，不然就这脑子，
怕是要一直打光棍儿。娘这是怎么了？好好的吃着饭，为什么这么看我？难道是怪我吃的太多了？多吃点。你吃吧，我已经饱了。好吧。阿恒、阿月，你们收拾收拾，咱们今儿去地里。好好。你也去，反正你现在家里也没事儿。娘，我也去，正好去看看自家地里的情况。我可以的，娘，我也想帮忙。那行，不过你可别勉强，累了就歇着。老大，你去那边把那片地翻一下。老二，你去把这边的草除了。阿瑶，你刚嫁过来，别累着，先看看这地的情况。这谁呀？这动作可不像是新手。可不是嘛！你看他这架势。你今天干得不错，还行，下次再努力发挥。你这丫头，以前在尚书府，楚瑶从不显山露水，现在倒是处处出风头，故意给我难看，我不能再被他比下去。娘，您这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。少贫嘴，只要沾了肉，你是吃啥都觉得好吃。走，去后山砍柴，趁着这2人休务，得给家里多储备一些柴火。好嘞。娘，阿月，过来帮个忙。怎么啦？你们看这些碎布，咱们把它们按颜色分一下，同一个颜色的装在一起。行，这么小的碎布也能做东西。像我头上这朵小红花，若是用布做，也能做得轻巧好看。先把布边往里折，别露毛边。这倒不难，就是得缝得细一些。这个要先折出带身，再留出穿绳的位置。阿月，来，先戴上看看。还真别说，这么一戴是挺精神。嫂子，我觉得镇上的姑娘肯定也会喜欢。这一袋碎布能做不少吧？先挑颜色鲜亮布面做发绳，碎花的做小包，素色的做里配。成，那就再做几件出来看看。你们这是在做啥呢？碎布做成发绳和小挎包，明日拿去镇上试试。若卖得动，咱家也能多一项进账。小挎包10个，最费功夫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卖出去。肯定能，你做的那么好看，这些东西这么好看，肯定是边家头一份。咱们赶紧找个好位置。去那边。就这儿了。不铺地东西才体面，来把东西摆上。发带8文1条，发绳5文2条，木簪15文1根，小挎包30文1个。价格中等偏下，边关人咬咬牙能买。大姐小妹，过来看看吧，京城来的新鲜玩意儿，边关独一份呢。这是京城来的，出门前也没听阿瑶说呀。嫂子本来就从京城来，这么说好像也没毛病。这是卖什么的？有木簪，怎么这木簪还带着小花啊？可真好看，这5颜6色的，瞧着就鲜亮。这是什么？这叫发带，用来梳头盘发，能固定发型，也显精神。阿月过来，我给你们演示一下，就能看明白了。哎呦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就一根布条还能这么用，这姑娘本来就标致，这么一打扮更俊了。这发绳用处更多，可以编进辫子里，也能绑在发上。天哪，一下就大变样了，这也太好看了！没想到看着不怎么起眼的料子，就能变得这么精巧。简单的发带发绳就能让整个人的气色都不一样，花不了几个钱，让自己精神点。好看的东西瞧着心情也好，女人嘛，谁不想打扮得好看些？我今日已经用心打扮了，可还是不够出彩。这位娘子，我想买条发带，但小妹有什么顾虑尽管说的。我买了发带，能不能帮我盘下头发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这条怎么样？你五官端庄，这颜色适合你。真的吗？好，就这条。好了，你看看，
哎呦，这姑娘这一弄就更俊了，可不是吗？这么一打扮，气色都不一样了。想想这发带8文钱也不贵，挺值当的。谢谢你啊，娘子。这发带多少钱？8文一条。这发绳呢？5文2条，不要价。小花木簪呢？15文一根。带小花的可精致了，单买木簪也要5、6文呢。这小包呢？30文一个，能装不少东西，好看又结实。最重要的是，整个边关目前就只有这10个拼色挎包，能接受。小娘子，你看我适合哪个颜色？你皮肤白，适合红色，显得气色好。你年长一点，这条素色更显沉稳素雅。你脸小，适合这种细发绳，显得精致些。姐，你气质沉稳温婉，发带太跳了，反而不如木簪合适。你看这根紫色小花的，既不张扬，又添了点小心思。婶子，你看这个红配绿的，多喜庆！一共16文，别急，小心摔着。阿瑶，你跟阿川快去办你的事儿，这里交给我们。那行，娘辛苦你们了。说这些干啥？应该的。有人问，就按我刚才说的推荐，别怕，大胆点。好。走吧，咱们去药铺。又是你们啊，又来送药材。是，不过这次带来的可不是普通货哦。那我可得好好瞧瞧。掌柜的，这药材贵重，能不能换个地方细说？行，跟我来。拿出来吧，让我开开眼。这是野人参，千真万确，这真的是野人参啊！掌柜的是行家，看看就知道。炉头完整，五花炉，须根无损，挺态饱满，这品相得有70、80年的年份了。掌柜的好眼力，我也不太懂，只听说年份越久越值钱是吧？何止是值钱，你这小娘子还真是让人惊喜。上次黄芪品相就极好，这次竟又弄来80年份的野人参。我也是运气好，在山里碰上了。这株人参要是放在京城，至少能卖6、7百两，甚至上千两都有可能。可惜这里是边关，不是京城，买得起这种好东西的人屈指可数。我收了也得想办法找买家，这中间的风险和成本都得算进去。500两，这已经是我能调动的全部现银了。你要是嫌少，我也没办法。边关生意难做，我手头现银就这么多。要不是看东西确实好，又是熟客，我也不会一次拿这么多。500两，比我预想的要好，在边关能卖到这个数已经不低了。孙掌柜说的是实话。行，500两，成交。爽快！我就喜欢你这样的。小娘子，你收好。没问题，多谢孙掌柜。这东西得好好存着，等有合适的买家才能出手。掌柜的，我还想买点药。